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老谢残经，少时壮火会短命。古人的养生大智慧别不当回事，人生在世，吃喝两事，看似简单的生活琐事，却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合格，而这些日常的琐事往往会影响日后的身体健康。虽然人们已经对心理健康与身体的亚健康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但实质行动中能够做到或者坚持下去的人寥寥无几。从科学的角度来讲，28天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日常的琐事与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变化，尤其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来说，早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生活模式，脾气秉性也是根深蒂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良好的习惯，人就在恢复自己的身体而浑然不知。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古人的一句警示行语：老谢残经，人穷寿尽。那么这句话究竟有什么含义呢？其中又透露着古人怎么样的智慧呢？老谢残经，人穷寿尽是老祖宗总结出的天人相应的养生之法。那么这句话包含着什么的深层含义呢？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把精字理解为人体的津液，穷字就是穷尽，这样理解也没有错，提醒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控制自己的生理欲望，过度消耗会缩减自己的寿命，而这些是可以理解并能做到的基本养生措施。而更深层的含义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却往往是容易被人忽略。古人讲究天人相应的养生之法，并把精气神作为人体构成的3个重要元素。黄帝内经素问移经变气论中记载，余闻骨而治病，唯其移经变气，可助由而已。这里面对精气神之间天人相应的关系做了极好的诠释。精是指维持生命延续的物质基础，气则是老天之主气与水谷之精气以及所吸有的大气所合并而成的动力。神指一切的意识、知觉和思维活动。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移经变气的含义，那就是要想把精转化成气，则需要神的引导，这3者之间缺一不可。而精与神则是生产气的原动力。在日常的生活中，一个人过度的疲惫就会说没精神头儿了，这就是这个道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新陈代谢也会越来越缓慢，精气神之间的沟通也形成了障碍。这时候就需要养生来调整并改善3者之间的沟通障碍，以达到了益寿延年的目的。如果是听之任之，自己的身体散漫下去，一些疾病就会缠上身来。因此老谢残经，人穷寿尽的更深层的含义，就是指人的精力精神过度的消耗自己的精神精力，就会使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三国演义中有写，羿问曰：孔明寝食即事之繁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凡20以上皆清懒耶，所但知时日不过数升。羿故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诸葛亮在营中事事轻微，殚精竭虑，劳神过度，再加上饮食作息不当，司马懿以此推断诸葛亮命不久矣。而事实也是如此，不久诸葛亮就含恨离世，司马懿成了最后的赢家。诸葛亮日夜的操劳，极度消耗了自己的精神与精力，正应了古人所说的老谢残经，人穷寿尽。现在很多到了年纪的人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熬夜、酗酒等等诸多的不良生活作息，人为的损耗自己的精神与精力。年轻人还有恢复的本钱，而年老的人却不再有那么好的身体恢复机制，也会让自己的身体大伤元气。还有一些老人总是天天的胡思乱想，也就是所谓的操心的命。思虑过度也是一种老谢残经的表现，最后病由心生，久病难医，人穷寿尽。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同时也在不断地验证这句话的真谛所在。老谢残经，人穷寿尽已经道出了天人相应的养生之术，而他的下半句更加的经典：少时壮火，自取其祸，无一处不透露着老祖宗的智慧。接着我们来讲一讲第二句少不识壮祸，自取其祸到底是什么含义。这里的少字是年少青年的意思。老祖宗在告诫年轻人不要吃过补的东西，否则会给自己的身体埋下了祸患，而这里的祸字则是指疾病。前段时间有个网络上的戏言，说90后都已经是开始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我们可以当作是调侃，适当的调养身体是有助于健康的，而且枸杞是属于温补的药食，不过量食用对身体还是有益处的，但是过于大补则会让年轻人起到相反的作用。年轻人本身体质就好，无论是身体素质和内在的运行的机能都是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是从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讲，各个系统正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状态，不需要外界的因素来调整。如果年轻人食用人参、鹿茸这类大补的补品，会打破原来的平衡状态，就会出现阳盛火旺，轻则会流鼻血，重则就会伤及内脏。任何养生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过量大补会欲速则不达，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与中医中的虚不受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大病初愈的人也是不建议大补的。老祖宗的智慧早早就已经在做警醒，只是仍然还有许多人还不知其厉害的关系。老谢残经，人穷寿尽，少时壮火，自取其祸。前者提醒老人身体机能虽然会衰退，但是精神不会，要学会控制并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后者则是告诫年轻人，懂得身体的发展规律，不要盲目的大补，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老祖宗用科学权威的方法诠释古人的养生之道。古人养生重视的是天人相应，把自然、哲学、人体形成互相呼应的运行系统，通过各个系统之间的运行变化来推断身体是否健康。经过漫长的摸索和实践，得出了诸多的养生之道，无一不透露着老祖宗的智慧。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只要我们留意遵循，对我们的身心会有极大的裨益。身体健康是最大的本钱，活得长久才是最后的赢家，不是吗？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